萨科维奇，这是来自中国的韩飞龙。手伸踢，在肉拳的虚晃的作用啊，非常强，力道比较大，而且太极拳的一些。手伸踢，击倒了对手。广州的组合拳追击。他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太极实战第一人，无论是各国的精兵强将，还是其他国家的世界冠军，统统都被他打得躺尸擂台，怀疑人生。就算是波兰2米巨人，在他面前也只是任人玩弄的抗走沙袋。此人就是来自中国的自由搏击名将韩飞龙。他年仅15岁就登上擂台，斩获全国太极拳大赛冠军，之后又凭借着优异的表现，被太极天师王占军收为关门弟子。学成归来后，一心想要为国争光的他，毅然决然地走上自由搏击之路。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华功夫，他将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相结合，在擂台上击败了一位又一位的外国悍将。几年的时间，他不仅为中国搏击创造了历史，还带领中华功夫彻底走出了国门，走向世界。可以说，韩飞龙为提高中国在国际拳坛上的地位，立下了不可取代的汗马功劳。但就是这么一位中国勇士，没想到居然遭到了美国拳王的指名挑战，不仅来势汹汹，跑来中国嚣张踢馆，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侮辱中国功夫和中国选手的言论。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太极拳，更别提什么以柔克刚。下个星期吧，我去中国，最多2分钟将他们打死。而他之所以如此狂妄，只因出身于武术世家的他，从小便跟随父母练习拳击，成年之后更是凭借着犀利的拳脚一路过关斩将，夺得美国拳击冠军。眼看中国功夫在国际拳坛上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他却根本不屑一顾。然而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，此条视频一经传出，瞬间就引起了中国众多勇士的暴怒。面对美国冠军的强势来袭，韩飞龙没有任何犹豫，当即冲上擂台。即使他因为闭关修炼远离擂台1年之久，但还是没有丝毫的退缩和畏惧。不仅在赛前立下了军令状，还发誓一定要在中国的擂台上暴揍美国狂人，为国争光。此时的韩飞龙有着53胜16次的耀眼战绩，无论是擂台经验还是打法战术，他都能直接甩美国冠军10条街。而为了有十足的把握赢下比赛，他更是不惜花费3天的时间进行备战，只为让来华挑战的外国选手能领教到中国功夫的真正实力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韩飞龙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白色长裤是中国选手韩飞龙，黑色短裤则是美国冠军达米诺夫。从韩飞龙这传统的太极拳穿搭就能看出来，他为弘扬中华武术的坚定决心。提起太极拳，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也是在公园锻炼身体的大爷大妈，但韩飞龙却凭借自己对武术的理解，带领太极拳直接走上了国际擂台。这其中他付出的努力和辛苦，可能是我们远远无法想象的。所以得知外国选手侮辱中国功夫，韩飞龙当即发誓要在擂台上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外。一个是传承数千年的中国功夫，而另一个则是新兴的现代拳击，因此这绝对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抗大战。对方晃悠了，截腿摔，漂亮！嗨，高手漂亮，上头了！晕了！抢不抢走了？对方动摇了，这个高手动摇了，高手！嗨，7，7，我们看一看韩飞龙能不能抓住机会啊？他还晃着呢，还在晃悠了。此时比赛才刚刚开始，达米诺夫就已经被打得怀疑人生了。如果就只有这么2把刷子的话，那小编严重怀疑他最后能不能活着爬回美国。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，他可能真把自己当成了什么大人物，居然敢嘲讽中国功夫都是花花架子中看不中用。奈何上了擂台，他却被最看不起的中国选手追着暴揍花式吊打。只是不知道他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还是低估了韩飞龙想要为国争光的决心。从他图谋不轨跑来中国踢馆的那一刻起，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，轻则跪地求饶，神志不清；重则躺尸擂台，提前投胎。今天这个双方的这个真的敢出动作啊！做一些虚晃、跳膝，被对方干扰了。2人进入到内围，没有动作，分开，重新组织进攻。他刚准备接腿了。转身后蹬，这转身后蹬腿，其实他是想蹬对方的大腿。对了，但蹬得有点高。刚刚那一脚明明没有多大的力度，但达米诺夫表现的痛苦却快要溢出屏幕了。不过他能有这样的反应，确实也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做法。
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他不是在被暴揍，就是在被暴揍的路上。韩飞龙施展的传统招式完全不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和喘息的机会。这样的话，他只能通过耍小聪明来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。但只要他站在擂台上，那相信韩飞龙一定不会如此轻易的就放过他。毕竟他赛前的所作所为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愤怒。虽然第一回合才刚刚结束，但相信大家都能预料到最终的结果。美国的拳击冠军根本就不是太极传人韩飞龙的对手，甚至在韩飞龙面前，达米诺夫根本就没有施展动作的空间和反抗的权利。但他能有这样的下场，只能说是自作孽不可活，惹谁不好，偏偏要惹爱国情节严重的中国勇士。既然觉得中国功夫都是花拳绣腿，那中国选手一定会在擂台上让他领教一下中国的真正实力，看看到底是他的嘴更硬，还是中国硬汉的拳头更硬。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，相信经过这场比赛以后，他一定不敢再踏上中国的擂台半步。人他柔韧性都非常好，是，所以他能上。哇，对方做一个也做这个舍身踢了，前滚翻的这样的一个舍身踢。又这个转身的后摆，这阿萨拜疆的选手才知道，如果用正常的自由搏击那种技术，没办法打，因为对方实力啊，各方面都在他之上，所以只能用这种非常规的手段，看看能不能就是一击必胜。双都预判到要出腿了，准备下劈，准备做下劈。虽然这美国冠军的实力不怎么样，但这抗击打能力确实真的强。即使被全程追着暴揍，也依然可以站在擂台上坚持继续比赛。就这份不抛弃不放弃的体育精神，确实称得上冠军这个名头。不过比赛结束以后，他想继续在中国拳坛混下去，恐怕就比较难了。就凭他这抗击打能力，绝对能在日本抗揍界混得风生水起。如果换作是其他选手，恐怕早就不知道已经躺尸擂台多少次了。怪不得赛前敢如此目中无人的指明挑战中国太极传人。原来是仗着自己超强的抗揍能力，以为韩飞龙对他无可奈何。只不过他这点小九九，韩飞龙早就已经彻底看透了。又趴那儿了，趴那，这一趴我还跟你休息，让他休息去。跳膝，第二回合手身的时间不多。打住了！哦，还能不能起来？还可以。哦，不行了。最终，美国冠军达米诺夫还是倒在了韩飞龙的拳头之下。不知道此时躺在擂台上的话，会不会后悔自己在赛前的所作所为？之前有多么嚣张，此时躺在擂台上的样子就有多么的狼狈。在韩飞龙兴奋庆祝的同时，貌似达米诺夫的情况就不是特别的好了。倒在擂台上痛不欲生的样子，应该是已经看到了死去的太奶。而中国功夫的实力到底如何，相信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。最终，韩飞龙成功在第二回合 KO 对手，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韩飞龙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